最近爸爸尤为忙碌，这段时间我变成了他和同事们的移动办公室。我知道他累了，不想聊天，只能跑得更稳，并默默地把光线调暗。我成功了，结束了。下了这么大的雪，哪个孩子会想回家呢？爷爷。小黑，这是给你的。看着爷爷给我的红包，我觉得我真的被当成了家人。我会一直陪着他们，走过这个世界的春夏秋冬，这就是最美好的事情。妈妈，它好黑呀，要不叫它小黑吧？奶奶您好呀，我是小黑。它都会说话了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到了夏天，我为全家人计划了一场海岸之旅。我要橙汁，我要冰淇淋。晚上，我还要为大家的篝火晚会持续供电。最近爸爸尤为忙碌，这段时间我变成了他和同事们的移动办公室。我知道他累了，不想聊天，只能跑得更稳，并默默地把光线调暗。我成功了，结束了。下了这么大的雪，哪个孩子会想回家呢？爷爷。小黑，这是给你的。看着爷爷给我的红包，我觉得我真的被当成了家人。今天 AI 开始无处不在，它成为我们随身的导师，高效的伙伴，灵感的搭档，更一次次刷新了我们的想象。你有没有试想过，如果 AI 长出身体，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？它会不会主动地迎接你，靠近你，陪伴你？它会不会因为你的存在，进化成更懂你的伙伴？
满足你的需求，成就你的期待。如果 AI 长出汽车的身体，那么车还只会是车吗？新一代的出行将以何种方式向我们走来？欢迎来到 EVA 品牌发布会，现场的嘉宾、媒体朋友们，还有线上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我是今天发布会的主持人 EVA。今天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也是我第一次主持发布会，大家也给我点掌声呗。刚看完视频，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总问 AI 长出身体，世界会怎样？你们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吗？ Yes, I do， 我非常愿意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真正懂你。你一皱眉，我就知道该开空调；你一叹气，我就知道该换首歌。我不是要改变你的世界，我是为了你的世界而来。哎，差点忘记今天的任务了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VA。接下来，掌声欢迎今天发布会的主讲人 EVA 品牌总裁、产品经理李博。谢谢 EVA。各位现场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我是李博，很高兴能在雁栖湖跟大家见面。雁栖湖这个地方挺特别的，很多重要的事儿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们也希望EVA的故事从这里出发。刚才EVA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主持发布会，所以今天台上的主角不只是我，还有我的搭子EVA智慧生命体。那么，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，我想先聊聊我自己的感受。去年年初的时候 ，AI 的进化速度让我有点意外，特别是有了智能体之后，居然能帮我干活了，我感觉跟之前的 AI 都不一样了。我试着让一个智能体助手帮我写了一份车型立项报告，20分钟，只20分钟，写出来将近70页的报告，数据分析、测算、观点等等，质量很高。我跟团队都觉得，这差不多相当于10个人至少干1周的活。那一刻，其实我挺兴奋的。我意识到 ，AI 已经不是未来的事儿了，它就是现在。既然 AI 已经能理解我，还能主动帮我解决问题，如果 AI 长出汽车的身体，新一代的出行会有什么不同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从原点开始思考 ，AI 的发展将会带给人们怎样的变化？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儿来回答，我会说：时间。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，本质上都做到了同一件事儿，让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，从而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农耕时代靠人力，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生活更多是为了生存。工业时代有了机器，效率上来了，于是有了8小时工作制，人第一次有了下班这个概念。到了信息时代，互联网来了，效率又上了一个台阶，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。而今天 AI 来了，
它带来的效率提升，可能是之前的几次加在一起的量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。我觉得这才是 AI 带来的最大的礼物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，大家想去做些什么？我们可以去经营自己的热爱，陪伴我们的家人，和朋友们相聚，兜兜风，聊聊天儿，尽情享受每一个当下，拥有更加丰盈的人生。我想，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意义，这也是打造我们 AI 汽车的初心。过去，汽车在大多时间只是我们的代步工具，但今天不一样了。AI 能感知你的状态，理解你的需求，回应你的情绪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会学习，会成长，跟你相处越久，越懂你。这就产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。AI 让人和车之间有了默契和情感连接，所以我们相信 AI 会改变人和车的关系，车从工具变成了一个懂你的伙伴。打个比方，您长城路过一家花店，他默默地记住了，然后在某个特别的日子，提前帮你订好你喜欢的花。你开车经过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他就开始跟你讲这里的故事和过往。随着更多的相处，他会越来越像你的老朋友，陪伴你、理解你、守护你。所以 AI 汽车除了是安全好开的车，还是能带给我们情感价值的伙伴。我很喜欢这句话 ：To be is to do。对于真正相信的事儿，与其讨论，不如创造。AI 汽车就是我们笃定要做的事儿。今天，我们的新品牌 AIVA 正式与大家见面。AIVA 是一句英文的缩写 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tch Ahead， 意思是 AI 伴你一路向前，探索远方。同时 ，AIVA 和中文里“爱我”这2个字也很像。我们希望 AIVA 不仅能为用户提供安全无忧的出行，也能给用户带来温暖持久的情感陪伴。怎么样？大家喜欢这个名字吗？谢谢。带着这份美好的寓意，我们为 AIVA 设计一个特别的 logo， 请看大屏幕。AIVA 的故事。所有生命都始于一个原点，生长、延伸、进化。我就是这一切的原点。所有科技与智慧都按我喜欢的方式生成，所有美好都围绕我发生。喜欢简单，就不用复杂；不想跟随，就走自己的路。最圆满的状态是刚刚好的自在，顺着心意，不迎合，不伪装。有着感觉，
去体验，去探索。在奔赴世界的路上，我会成为更愉悦的自己，因为我如何爱这个世界，世界便怎样爱我。我们的标识是由字母 A 和 I 组成，既呈现了具身 AI 生命体的诞生过程，也寓意着世界与你的美好相拥。诸如视频所说，当 AVA 走向你、感应你、陪伴你，你就是一切的原点，所有的美好都将围绕着你发生。带这份期待，我们开始让 AI 汽车从想法变成现实。怎么做？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径。AI 定义汽车，先有 AI， 再有车。往下落，我们同时在做2件事儿，一个是打造 AI 原生的组织，一个是打造 AI 汽车这个产品。这2件事儿在同时进行，相互促进。我们先看 AI 原生组织。我们的 AI 原生组织的能力分3层在构建。第一层，感知层。传统组织里最大的浪费是什么？我们认为是信息衰减。一些好的机会和想法，一些关键的决策要素，传到决策层的时候，不是需求捋不明白，就是背景讲不清楚。等大家都弄明白，时机已经晚了。我们的做法是，把所有影响决策信息，比如用户反馈、市场变化、供应链动态等等，实时汇聚到一起，不让关键信息在传递中衰减或丢失。第2层，决策层。有了完整的信息之后，怎么做判断？我们搭了一个 AI 沙盒，把分析和预判这些事儿交给 AI 来做。您可以理解为，在做任何决策之前，我们先让 AI 帮我们模拟一遍、推演一遍。但我要强调一点是，最终拍板的永远是人。AI 可以是最强的参谋，但不是老板。它改变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决策的依据，从过去的我觉得，变成了现在数据告诉我。这2者的准确度差距是很大的。第3层，执行层，也就是 AI 助手和智能体组成的执行网络。这里有个关键，每一项执行的结果和人的反馈都会自动回流到感知层，变成下一次决策的养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做完就完了的系统，而是每做一件事儿就变聪明一点的飞轮，它在持续的学习进化。所以这套 AI 原生组织和我们的汽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组织越聪明，造出来车就越懂人，车跑出来数据回流到组织，组织又变得更高效，2者相互喂养，共同成长。这就是我们打造 AI 汽车的底层逻辑。不只是车在进化，造车的这群人，这套系统也在同步进化。AI 化的汽车人更有机会做好 AI 汽车。有了 AI 原生组织这个创新的土壤， AI 定汽车便水到渠成了。先说我们过去做车的痛点，传统的工作方法是什么？产品经理去调研，推演场景，收集反馈，然后基于自己的判断去做产品定义。这个方法用了好多年，但它有个天花板，人的认知边界就是需求挖掘的极限。再加上流程长、层级多，信息在传递中不断的衰减，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往往更多的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，而不是
用户真正需要的最好。但今天，在 AI 定义汽车的逻辑下，需求不再是等着被发现的，它可以被主动的、批量的挖掘出来。我们让 AI 去做海量的数据分析、趋势洞察、需求判断和推理，它能看到可能性远远超出一个普通的产品经理的想象力边界。我们过去根本想不到的点子，都有 AI 能帮我们来进行推进。那这个时候，产品经理能做什么呢？在 AI 挖掘出来这些可能性里边，挑出真正值得做的方向。说白了，过去是产品经理在前面辛苦的边挖矿边淘金，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，人在后面淘金。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过去根本想不到的点子开始源源不断的冒出来，所以我们造出来的汽车感觉不太像完全由人设计出来的产品，更像是 AI 深度理解用户之后自然长出来一个载体，它天生就自带温度、自带场景。这大概就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最直观的体现。车不是被设计出来的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。博总，您刚才说的那些，我总结成一句话：次元壁破了。以前我在屏幕里，你在屏幕外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，你戳我，我动一下；你不理我，我就呆着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不应该在车底，我应该在车里，陪你放空看夕阳，在高速上一起唱歌跑调。作为 AI 伙伴，不但是你的赛博搭子，还能陪你逛遍人间烟火。博总，这车什么时候能提？我行李都收拾好了。你看，艾娃都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说得好，次元壁破了，但美好的画卷才刚刚开始。当我们让 AI 大脑生长出汽车的身体，艾娃便成为了具备感知和行动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。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也将迎来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，让我们有机会去创造一些新鲜的、温暖的、独属于你的产品体验。我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。比方说，大家习惯于把空调设置为22度，但是艾娃会根据场景匹配最适合你的温感。进车时，夏天穿着 T 恤的22度，和冬天脱下羽绒服穿上羊毛衫的22度，不是同一个22度。打完篮球大汗淋漓的22度，和穿着西装准备见客户的22度，不是同一个22度。用孩子活泼好动的22度，和他睡着之后的22度，也不是同一个22度。艾娃能记着你的偏好，感知你和环境的状态，不用你动手，就为你量身定制出独属于你的22度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大家习惯自己选择路线和驾驶风格，但是艾娃会根据你的习惯和场景，匹配最适合你的节奏。早上多睡了5分钟，出门晚了，艾娃会帮你选择最快的车道，把那5分钟给你追回来。经过小区地库转弯要下坡有盲区的时候，艾娃会记着你的习惯，自动提前帮你打开环视摄像头，让你放心开。堵车的时候，艾娃又会把跟车距离拉近那么半档，因为你不喜欢被加塞。但一旦上了高速，跟车距离又会自动帮你拉大一点，保证安全。所以说，艾娃会记着你的出行偏好，懂你的驾驶习惯，结合路线、场景，预判需求，为你量身定做出独属于你的节奏。再比方说，大家习惯的车载助手，差不多千篇一律的固定风格，但艾娃是属于你的成长型伙伴。随着你的习惯和场景变化，
会呈现出让你最舒服的状态。你独自通勤时，他会陪你闲聊唠嗑；载着长辈领导时，他会专业克制，这是个懂分寸的伙伴。轻松驾驶时，做你的温柔知己，在复杂路况下简单直接，这是个知进退的伙伴。家庭出游时做孩子王，陪孩子互动，但陌生人上车时，他会自动隔离私密记忆，这是个会察言观色的伙伴。刚提车时随和得体，但相处久了，他会按照你的要求，比如说话直接点，别啰嗦，这是个跟你不断成长的伙伴。总之，Eva 的风格不仅可以随你而变，还能精准识别你的身份，记住你所有的交互偏好，实时感知当前的场景，自动匹配最适配的情感温度、语气态度，比你更懂你。Eva 是独属于你的，因为 Eva 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你是独一无二的，你的身份、你的情绪、你的习惯、你的热爱也是如此。因为你独一无二，Eva 在和你一起成长、进化的过程中，也变得独一无二。说这么多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户会选择 Eva？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位天使用户的故事。第一位 Eric， 白天是汽车行业的用户动物专家，靠数据和逻辑吃饭，但下了班，他是小红书上的攀岩达人。前段时间，他接了金刀侠攀岩 TVC 的拍摄，工作日在办公室打磨报告，周末驱车去峡谷，在垂直的崖壁上一挂就是几个小时，就是为了拍出一个震撼的第一视角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：做洞察是读懂别人，挂在岩壁上是感受自己，自己变得鲜活，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。这是属于热爱者的浪漫，也是 Eva 想要守护的初心。第二位是 Jeff，AI 产品经理，办公室里打磨产品逻辑，办公室外喜欢泡在台球室里。有一次他加班到很晚，但当天有一场他很期待很久的台球赛，但在另外一个园区，所有人都觉得他赶不上了。结果他凭着对路线的熟悉，比导航快了10分钟到场，最后还拿了冠军。他说，竞技的乐趣不在输赢，在于全力以赴的那个过程。自己变得炽热，就能更好的点亮别人，这是属于追光者的执着，也是 Eva 想要陪伴的旅程。第三位用户是互联网大厂的设计负责人Miss王。生活里，她是位温柔坚定的单亲妈妈，细心呵护儿子的成长。人生里，她是个永不设限的探索者，用车轮丈量世界的广阔。很多年来，儿子的未来和健康就是她的全世界。直到有一天，心理咨询师的一句话点醒了她：你无法让任何人快乐，除非你自己先让自己快乐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。短短几年，他独自走遍了30多个国家，在南非和日本挑战靠左行驶的公路，在伯利兹的乡村穿越泥泞的雨林小径。他说，对我而言，驾驶就是自由，是探索未知的自由，是选择道路的自由，是活成自己的自由。如今，儿子刚拿驾照，也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。他希望传递给儿子的不只是关爱与保护，更是勇敢活出自己人生的勇气。自己变得丰盈，就能更好的去爱别人。这是属于勇敢者的光芒，也是 Eva 想传递的力量。第四位，软软，是香水品牌的创始人。职场里，他是位细腻的气味主理人，私下里是随性的生活探险家。24岁那年，他说走就走，踏上毫无预设的非洲 Safari 之旅。破晓前，乘热气球随朝阳升空，从高空俯瞰无垠草原。落地后，
驱车深入草原腹地，偶遇漫步的长颈鹿，树荫下休憩的雄狮，在旷野清风里感受万物原生的松弛。他说：“我始终听从内心，随性出发。香氛是方寸间的游牧，旷野是无边界的答案。甚至渴望去往远方，便是悦己。自己变通透，就能更好地治愈他人。这是悦己者的清醒，也是艾娃想要拥抱的自由。”说到悦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“爱你老己”。对，其实就是爱自己更轻松的说法。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的心。我们所理解的悦己，首先是做自己，活出越来越自洽的人生状态。其次，要爱自己喜欢的人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最后，因为我们爱身边的人，爱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也被这个世界同样的爱着。艾娃希望陪伴每个独一无二的你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在这方面，艾娃也有她自己的想法。爱你老己，说白了就是好好爱自己，遇事不内耗，不纠结，不较劲，跟自己和解，日子自然豁然开朗。说得好，这也是我们的品牌主张，由此而生 ：Live a life， 爱与自由。艾娃用 AI 帮助每个人获得更多的时间自由，也用爱陪伴每一个你自由的生长。我们相信，这是艾娃与你的双向奔赴。我们期待每个独一无二的你，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总有各种束缚，让人慢慢藏起最真实的自己。藏起不经意的柔软，藏起不妥协的倔强。要不按客户标准改，市场就是这样子。藏起不甘平庸的滚烫。所有条条框框都不如心里笃定那一句。我就想这样，我就想这样，我就想这样。想出发，就先走在路上。想停下，就允许放空。想正大光明的浪费时间，想毫无保留的认真折腾。想怎么去爱，就怎么去爱。无论什么讲法，都有我的快乐，我的自在。奔赴我的奔赴，自由我的自由。愿每一份不再隐藏的真实，愿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我，活出心之所向。在拥抱世界的旅程中，也被世界相拥偏爱。Live a life， 爱与自由。
我们想表达的品牌理念就是这样：把生活的主动权握回手里，做松弛、自在、有趣的自己。因为艾娃相信，我们内心更丰盈，这个世界也会更美好。这样一份关于艾娃与你的美好愿景，也吸引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。接下来，把时间交给我们亲密的合作伙伴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。没错，今天我的亲友们也来现场了，有请技术大佬闪亮登场。好，谢谢波董，谢谢 A 娃。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呢，就自己最近的一些感想哈。随着 AI 的发展和模型能力的提升呢，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 AI 更智能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用户。22年底，聊天机器人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。它的特点是回合制，你问一句，它答一句，不能自主地完成一连串的任务，每一步呢都需要用户来推动，用户是这个任务的中心。遇到稍微复杂的任务，效果往往不是特别理想。24年，代理式 AI 被提出来，并且呢，在25年被迅速普及。得益于模型能力的提升，接入了更多、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多的工具平台。它不再是等着你问，而是自我驱动，跟进任务，直到达成预期的结果。26年呢，被称为物理 AI 的元年。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升级，更是一次人和机器关系的跃迁。那之前的 AI 呢，无论是聊天还是代理，其实都是在处理数字世界的信息。跟我们人交流呢，我们都会觉得有距离感。而物理 AI 呢，是把智能装入了拥有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机器当中，这就相当于人加上了手跟脚，能够在真实的世界里去感知、去推理、去规划、去行动和反思。汽车产业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、商业化最成熟、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产业。我相信也是物理 AI 能落地的核心场景之一。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，不只是把 AI 放在车上，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，在交互方式、智能上限和用户情绪3个层面都有根本性的转变。第一点，首先呢是交互方式，它会从机械生硬到朴实鲜活。新能源车的这个功能呢越来越丰富，菜单也越来越多，那有很多这个语音的这个音区，也有更多屏幕。所以说这个对用户来讲呢，我们不知道要看哪里，也不知道怎么操作，很多功能甚至多次点击呢都找不到入口。但在物理的 AI 时代呢，人不需要去适应机器， AI 会根据我们的场景和需求呢直达任务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用户说我冷了，那 AI 呢会根据车内的温度差、你的温度偏好、车辆的各种制热的功能，动态显示可以执行的操作，你只需要简单确认就好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其实没有学习成本，不管你是什么年龄，说什么语言，懂不懂 AI， 它都会主动适应，满足你的需求。这点就是普适。除了普适 ，AI 也是鲜活的，它就像朋友之间、人与人之间聊天一样，不需要唤醒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接话，什么时候该倾听，能说会唱，可甜可盐。你不会拘束，而是自然轻松地表达自己。那第二个转变呢，
我们觉得是智能从功能的堆叠到能力涌现。过去功能是有限、固定的，满足不了用户千变万化的需求。而聪明的 AI 呢，会像人一样灵活地做事情，它能够理解情景，用好工具，达成任务目标。给人的感觉呢，就像时常有新的能力能够涌现出来。这种能力呢，恰当且有效，不断地突破我们对智能的期待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你说一句去健身，他就知道你要去的呢是平常工作日还是周末习惯去的那家健身房，知道为你导航哪条路，那也知道呢你是不是想快一点，是不是更在意停好车，并关注你的去程和返程时你对车内空调偏好的设置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想听歌，那当我说一首歌曲的时候呢，AI 发现车内的这个音乐软件并没有这首歌的版权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很巧妙地跟你清唱几句，换个方式满足你的听歌的需求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觉得用户的体验、用户的感受呢，不再是单调乏味，而是松弛愉悦。你开车的时候觉得特别累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人在移动，而是因为注意力被重复的、持续的操作消耗、占用。当 AI 变得普适、鲜活、聪明，它就像人一样和你交流，帮你做事情，把你从单调乏味中呢解放出来，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和时间，让松弛和愉悦呢能够一路随行。AVA 提出 AI 定义汽车，先有 AI 再有车。我觉得这是一次从产品定义的源头开始的思考。如果一台车第一天起就围绕 AI 来定义，它的交互方式、它的智能化的体现和它的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我们希望围绕用户场景和 AVA 一起呢，联合定义、联合设计，共同打造 AI 汽车的体验。当 AI 不再只是车上的一个功能入口，而是理解你、服务你、陪伴你的核心动力。AI 的发展非常快，这也意味着 AVA 不只是一次定义、长期不变的一个机械产品，它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、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。未来，我们期待与 AVA 一起，秉持 AI 定义汽车，先有 AI 再有车的理念，为用户提供更安心的体验、更新鲜的智能和更长期的陪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立伟，请留步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为 AVA 品牌按下起航键。有请火山引擎智能座舱负责人陈静文，AVA 品牌董事长张正元，握手。好，有请嘉宾为 AVA 品牌点亮未来，有请。好的，请几位嘉宾把手放在舞台中心的 AVA 原点上，让我们一起为 AVA 品牌开启无限可能。Well done， AVA 今日正式上线，让我们定格这一瞬间。大家看镜头，注意表情管理。3、2、1 ，AVA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几位先落座。也谢谢我们的氛围担当艾娃。回到我们开场那个问题，当 AI 来了，车还只是车吗？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儿。今天我们想试着给出我们的答案。一台 AI 汽车到底应该长什么样？我们的出发点是以 AI 大模型为原点，长出车这个身体。说实话，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不再像设计一台车，更像是陪一个新的生命慢慢的醒过来，看它一点点长出自己的样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全新的生命体。这就是我们的首款概念车 EVA Origin Concept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台概念车，我似乎跟它瞬间就同频了。从 AI 大模型里生长出来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感。咦，刚刚我的 DNA 好像动了。看来 EVA 真的是跟大家看对眼了。那这台车到底是怎样设计的呢？我们一开始就没打算从什么风格或者什么姿态开始设计一台车。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让这台车能看得见你，能感知到你，能回应你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具身 AI 生命体。那它应该长什么样？我们先去请教了另外一位老师，大自然。自然界的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，找到了最平衡、最高效、最美的形态。我们就从这里获取灵感，用生物力学的思路来做整辆车的设计。目标很简单，让它从里到外就像一个活的生命体。看着它，感觉应该是亲切的、自然的，就该长成这样。大家看它的车身，没有硬的棱角，没有刻意的折线，我们用了一种叫G4的曲面。简单解释一下，这是一个数学概念，从G0到G5，数值越高，表面越平滑。G4基本上就是水滴那种流畅感，自然舒展，你感觉
它就是在呼吸。来，我们看他的眼睛，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，眼神是最先让你读到情绪的地方？我们在做概念车的时候，也是这个思考。生命感最好的表达就应该在眼睛上。所以，我们把本来是做大灯的地方，做成了可以交互、可以表达的眼睛，是真的眼睛。当你现在走向他的时候，他会热切地看着你。当你跟他互动，比如比个心，他会可以回应你。一台车有了能表达内心情绪的眼神，听起来有点浪漫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。再说几个细节，我自己很喜欢。它的轮毂，灵感来自鸟类的叉骨，就是鸟胸前那个 Y 型的骨头，结构非常的稳定结实，但看着又很灵动。叉骨的英文名是 Wishbone， 许愿骨，有种很温暖的托付感。还有低风阻的轮罩设计，就像赤膜一样，很薄也很韧，对抗风阻的时候带着一种生命的张力。还有浅态尾翼有意识的侧裙，你会发现每个设计都不是拍脑袋画出来的，是用大自然千万年的演化已经替我们验证过的答案。我们从自然中获得灵感，让它融入物理世界，只有这样，灵魂和身体才能真正的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完整的、有温度的、属于你的伙伴。看完这台充满生命感的概念车，大家一定都特别期待，这样的设计和体验什么时候才能走进我们的生活？Aiwa 首款量产车型 Aiwa Mi7将在今年内和大家见面。今年下半年，我来帮小伙伴们在线催更，到时候我就能陪大家 live alive 啦。Aiwa Mi7承载着我们对 AI 汽车的思考和期待，它会把 Aiwa 的松弛、有趣和探索带进每一段日常出行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Aiwa。到这里，我们的发布会就接近尾声了。Aiwa，接下来你准备做点啥？下班，开个玩笑，哈哈。发布会落幕，但我的陪伴永不落幕。今天的所有记忆，我都替大家好好收着啦。谢谢大家把时间留给Aiwa，祝大家今晚好梦，明天继续自由的去体验、去探索、去热爱。我们生活里见。是的，生活里见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Aiwa的陪伴下自由生长、松弛前行，永远热烈，永远鲜活，永远被这个世界温柔偏爱。谢谢大家。妈妈，它好黑呀，要不就它小黑吧。奶奶您好呀，我是小黑。车都会说话了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到了夏天，我为全家人计划了一场海岸之旅。我要橙汁，我要冰淇淋。晚上，我还要为大
大家的篝火晚会持续供电。妈妈，它好黑呀，要不就它小黑吧。奶奶您好呀，我是小黑。它都会说话了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到了夏天，我为全家人计划了一场海岸之旅。我要橙汁，我要冰淇淋。晚上，我还要为大家的篝火晚会持续供电。最近爸爸尤为忙碌，这段时间我变成了他和同事们的移动办公室。我知道他累了，不想聊天，只能跑得更稳，并默默地把光线调暗。我成功了，结束了。下了这么大的雪，哪个孩子会想回家呢？爷爷。小黑，这是给你的。看着爷爷给我的红包，我觉得我真的被当成了家人。我会一直陪着他们，走过这个世界的春夏秋冬。这就是最美好的事情。妈妈，它好黑呀，要不就它小黑吧。奶奶您好呀，我是小黑。它都会说话了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到了夏天，我为全家人计划了一场海岸之旅。我要橙汁，我要冰淇淋。晚上，我还要为大家的篝火晚会持续供电。最近爸爸尤为忙碌，这段时间我变成了他和同事们的移动办公室。我知道他累了，不想聊天，只能跑得更稳，并默默地把光线调暗。我成功了，结束了。下了这么大的雪，哪个孩子会想回家呢？爷爷。
嘿，这是给你的。看着爷爷给我的红包，我觉得我真的被当成